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震撼娛樂圈的片場闖入事件，許凱遭強行靠近，譚松韻挺身相救一場關於藝人安全與娛樂文化的深度反思。2024年，一起發生在影視劇拍攝現場的突發事件，意外成為中國娛樂行業最受關注的安全事故之一。當日原本是普通的拍攝工作，劇組按流程進行準備，演員們也在調整狀態，期待完成當天的戲份。然而，一名女子在多層安保把守下成功潛入片場，並試圖強行靠近並親吻演員許凱。危急時刻，與他共同拍攝的演員譚松韻率先察覺異常，迅速上前推開該女子，成功阻止了侵犯行為的發生。整個事件雖僅持續10餘秒，卻引發了整個行業與公眾的深度反思。此事件不僅涉及個人安全，更牽動着整個娛樂行業多年來積累的系統性問題，包括劇組安保漏洞、極端粉絲行為、藝人隱私權與安全保障機制等。隨着事件視頻與相關言論在網上迅速傳播，數以億計的討論讓這起原本只是片場的突發事故，轉變成一場全民聚焦的社會議題。根據劇組監控與幕後的拍攝畫面，當天下午劇組正在拍攝一場室外浪漫戲份。許凱站在布景前，專注於表演，背對片場的大部分區域，情緒沉浸在角色之中。工作人員維持現場秩序，整體氛圍安靜而有序。就在此時，一名身穿類似劇組工作服、手持小型器材的女子從側面區域靠近。因為她的着裝與動作與普通劇組人員並無明顯差異，加之當時正值工作人員換崗，現場無人立即察覺異常。這名女子行動迅速但克制，既不奔跑也無明顯情緒波動，反而讓人難以立刻警覺她的真實意圖。然而，站在鏡頭外等待出場的譚松韻敏銳地注意到她，該女子的步態、目光以及面部神情都透露着不尋常的緊張與執念。就在女子距離許凱僅一步之遙，舉手欲觸碰其臉部時，譚松韻毫不猶豫衝出，雙手用力將其推離演員區域。女子被推開後踉蹌數步，此時劇組保安與工作人員才意識到突發狀況，迅速上前將她制服並帶離現場。整個過程雖不足12秒，卻足以令在場所有人心驚。現場目擊者回憶，許凱直到聽見聲響才回頭，此時事件已結束。他被突如其來的危險嚇得臉色蒼白，甚至一時無法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工作人員立即上前安撫，而譚松韻則始終站在他身旁，確保他不再受到任何接觸。隨後的調查揭露了更令人不安的事實，這名28歲姓陳的女子並非一時衝動，而是長期跟蹤行為的執行者。警方公布的初步調查顯示，他已經持續關注許凱超過3年，收集其拍攝地點、酒店信息、公開行程，甚至疑似通過粉絲群、劇組外包人員等途徑獲取非公開的工作安排。他曾在4次不同的劇組或公開活動試圖接近許凱，但均被安保識破並阻攔。他不斷總結失敗經歷，逐步改良方法，包括模仿工作人員着裝、攜帶假道具、觀察拍攝地點附近的人員流動。事件當天，他利用換崗空檔混入片場，方式冷靜，計劃周密，構成典型的有預謀性跟蹤行為。這類行為不僅是對藝人的侵擾，更已觸犯法律，屬於嚴重的安全隱患。由於其行為明顯具備準備與目的性，公安機關將對其以跟蹤騷擾、擅闖工作場所、企圖實施強制猥褻、擾亂拍攝秩序等罪名進行立案，並表示將尋求從重處罰。事故發生後，劇組工作人員普遍處於震驚情緒中，許多目擊者坦言，
根本沒想到有人能突破好幾層安保，更沒想到會發生在演員正在拍戲的那一刻。雙引號，尤其對於徐凱本人，此次事件帶來明顯的心理衝擊。據描述，他在事發後出現短暫的驚慌失措，反覆詢問剛剛發生了什麼，他怎麼進來的。這種驚嚇並非誇張，而是不加防備的情況下遭遇身體侵犯所造成的直接反應。而譚松韻的表現則成為輿論集中讚譽的焦點。他在混亂中保持冷靜，安撫徐凱，與安保溝通，主動承擔媒體解釋壓力，完全展現出專業與擔當。同行人員表示，如果不是他反應快，後果真的不敢想象。雙引號，事件發生3小時後，劇組召開簡短媒體說明會。徐凱情緒尚未完全恢復，但堅持與譚松韻共同出席，象徵彼此支持。在會上，譚松韻發表了一段約10分鐘的講話，引發全網巨大的回響，總觀看量短時間內突破6億。他的聲明內容不激烈，卻深刻而堅定，直指行業長期存在的安全隱患與文化問題。他從3個層面系統闡述觀點。藝人的人身安全被嚴重低估。他指出，劇組往往更關注拍攝效率與成本，對安保投入不足，對身份審核執行不嚴格，使得類似事件屢屢發生。偶像文化中的越界容忍必須終結。他反對把被騷擾視為名氣的代價，更反對以喜愛為名的侵犯行為。他強調，選擇成為演員，不代表我們放棄身體自主權。沒有任何人應當被無條件接觸或觸碰。雙引號，行業必須建立統一的安全機制。他呼籲成立規範化的劇組安全標準，包括入場認證制度、警戒區域劃分、人員背景審查等，並希望所有公司將藝人安全列為最高優先級。他的發言不僅得到明星群體的支持，也得到大量普通網友的共鳴。許多業內工作者在社交平台發聲，稱自己也曾遭遇極端粉絲入侵、偷拍、尾隨等行為，但長期缺乏完善機制處理。事件公開後，網絡輿論迅速分裂為多個討論方向，但大多數聲音集中在以下幾點：對譚松韻的普遍讚譽。無數網友稱他為真正的勇敢者劇組守護神，也有人表示他不是本能行動，而是專業素養與責任感的體現。雙引號，對徐凱的同情與支持。許多網友指出，男性藝人遭遇身體侵犯同樣需要關注，不能因性別而弱化其受害感受。對極端粉絲文化的全面批評。越界追星跟蹤式應援刺探行程、偷拍酒店被反覆提及，網友普遍認為必須從法律與文化層面同時治理。對劇組與經紀公司的追責聲浪，部分觀點認為，此次事件揭示了行業普遍存在的管理漏洞，各大公司必須採取系統性改革，而非臨時補救。事實上，該事件雖震撼公眾，但卻非偶發孤立。近年來，多名藝人都曾遭遇私生飯尾隨酒店、潛入後台、強行肢體接觸等事件。娛樂產業高速發展，但行業機制並未同步升級，導致以下問題日益突出：安保外包模式導致責任分散，劇組常採用外包人員，專業程度參差不齊，缺乏長期培訓與追責系統，信息洩露渠道複雜，從群演、化妝助理到外包司機，任何環節都可能成為信息外洩源。過度商業化的親近感營銷模糊粉絲邊界，平台與公司鼓勵沉浸式追星，使部分粉絲誤以為越界行為可以被容忍或理解。譚松韻的發言尤其觸碰了一個敏感卻關鍵的問題：當代娛樂文化是否過度刺激了粉絲對藝人的佔有式幻想？他指出，過去10年間，娛樂產業不斷放大親密互動、零距離等概念，
讓粉絲產生錯覺藝人與觀眾的距離被人為拉近，但現實中，這種拉近僅限於作品與舞台，而非私人生活。當這種認知偏差結合心理執念，就可能演變為今日這類危險事件。因此，本次片場闖入事件不僅是安全事故，也是一面鏡子，反映出整個行業與社會對明星這一角色的期待正在失衡。結語：從驚魂時刻到改革契機，這場僅持續10餘秒的突發事件，最終引發了數百萬人的討論、行業反思以及制度改革的呼聲。許凱因為意外遭受驚嚇，幸而未受身體傷害。譚松韻憑借果斷行動與清醒發言，成為推動行業自我檢視的重要力量。而劇組與行業管理者則不得不重新審視安全制度是否真正具備防護能力。此次事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迫使大眾重新認識，藝人不是公共財產，而是需要被保護的勞動者；追星不是佔有，而是尊重與欣賞。娛樂行業的發展必須以安全與人性為底線，唯有當行業、粉絲與社會共同理解並遵守這一原則，娛樂生態才能真正邁向更成熟、健康與文明的未來。